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大主題：伊朗的飛彈現在長眼睛了嗎？因為有了北斗的導航，再加上俄國的情報，精準的可以獵殺多名的美國的指揮官。現在美國碰到的問題還包括了他的薩德跟愛國者都見底了，中東基地可以說整個被打穿。今天就這些議題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是一周新的開始，提醒大家，我們的環球大戰線已經成立了會員頻道，趕快按下加入，成為我們的戰友吧。節目開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呢留言可以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的做回復。好，周一請大家打起精神來哦，繼續的加入我們的節目。好，今天3個大主題有關於美伊戰事，也等一下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析。首先，我們來關心哦，川普說要狂打伊朗，但為什麼此刻又突然間喊停了呢？美軍是為了說要保護這些波灣盟友才踩下剎車，還是發現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要打的話，代價實在太大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有中俄提供伊朗在技術跟情報上面的支持呢？第二件事情，現在伊朗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特別做的一個獨家報道，說他正在密謀4路要對美國來做進攻，甚至呢，現在已經確定的是鎖定了美軍的後方指揮系統，已經造成了最新傷亡數字來看到哦，美軍傷亡18死624傷。重點來了，這個數字還不是伊朗給的，是美軍的五角大廈給出來的傷亡數字，而且被打的很多都是軍官跟指揮人員比例偏高，就是這些比較高層的人，代表美軍的優勢正在被瓦解嗎？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們武器面了，不管是愛國者的庫存暴減60%，或者是薩德現在也都快被消耗完畢了，這個美國的彈藥是否亮起紅燈？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來深度剖析。還記得嗎，觀眾朋友？前幾天川普才放話說，美軍已經上膛，準備要對伊朗發動下一波第2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攻擊。沒有想到，才過短短的1天，突然間宣布暫停了。川普總要給個理由吧，於是他就說呢，主要是因為很多的國家希望我們不要打伊朗了，這當中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因為呢，這些國家說，一旦戰火全面升級的話，後果是導致整個波灣地區會一起陪葬的。要知道，川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跟伊朗有關係呢？因為伊朗在前幾天曾經說過，只要美國或以色列真的敢攻擊任何伊朗的能源設施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攻擊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的油田，還有卡達跟以色列的天然氣設施，都可能列入報復名單當中。所以川普只好喊停了嗎？好，這件事情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真的會因為波灣的盟友說幫我們吧，先不要打伊朗而暫停這一場戰爭嗎？還是美國自己內部的軍事體系出了問題呢？因為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有關於美軍的傷亡數字。好，現在看到是五角大廈最新公布的18人死亡，624個人受傷，是不是因為這數字其實已經太慘烈了？所以呢，我們看到新一輪的傷亡，接下來美軍說呢，都會歸入在海外行動的特別的類別當中，不會再列入這一場戰事美伊戰事的戰爭當中了。現在被痛批說，是不是你要淡化目前美軍的死傷人數呢？好，更難堪的事情是，伊朗打的還不是最前線的這一些前線士兵。來自《華爾街郵報》特別做的報道說，光是今年3月份，美軍科威特基地遇襲，不但造成了美軍死亡達到了數十人受傷，但是重點來了，都是這些美軍的高階的指揮官受傷，在襲擊當中甚至還遭到腦震盪等等的傷害。而我們進一步來挖深做分析，美軍這一批傷亡名單當中，確實都是以軍官、士兵、技術人員、後勤人員的這些比例偏高。什麼意思？伊朗打的不是前線的士兵，而是在背後指揮、維修，還有跟通訊有關、後勤作業有關的最重要的骨幹。另外呢，我們看到為什麼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的精準率在大幅的提升，現在也在說有沒有中俄在這背後做支援呢？所以外界質疑中國提供的是北斗衛星，俄羅斯提供的是目標定位的資訊，
真的是這樣子嗎？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先來看川普為什麼突然間他口了，是他發現這個死傷真的太高了，沒有辦法再打下去嗎？那麼伊朗能夠打進美軍的後方，精準的獵殺，不管是他們後面最重要的指揮官、情報設施，這當中是伊朗自己的自己靠自己的技術，還是有中俄的技術在這背後做支援？委員怎麼看？对，我想以伊朗跟中俄之間的關係那麼我相信中俄對於伊朗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那麼只是中俄在操作這個相關支援的這個管道跟方式都相對很低調，所以也很難讓美國抓到把柄那麼先前美國曾經透過媒體放了一個訊息，說中國大陸這個秘密援助了這個伊朗400枚飛彈那麼所以呢才會導致到現在的伊朗的這個戰力大幅提升。可是很快的北京政府就否認了那麼你說這個伊朗的飛彈打得越來越準是因為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這個相關的衛星或情報的協助嗎？我相信當然有其可能不過這中間還有其他的原因就第一個原因就是現在伊朗才把它真正的壓箱寶拿出來。所以先前比較不準的，那是為了要消耗這個美軍的這個所謂的防空飛彈系統那現在他拿出來的是這個相對高階的這個導彈那麼當然這些飛彈的準度就會提升。那麼第二個就是說，美軍在這個整個中東地區的雷達防禦系統、這個防空系統都已經被消耗跟摧毀了，所以呢，他要打到就不是這麼難的事情了對伊朗來說呢，當然命中率就大幅提高，這個傷亡的這個情況也會嚴重。然後呢，你說第三個，就事實上有很多的衛星是商用衛星，它其實不是軍事衛星的，所以你說伊朗在國際上有中國大陸的這個商業衛星，它要去出租，它只要付得起錢，這樣的商業衛星是一樣可以提供服務的那麼，但是我回過頭來講，其實川普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強調的是，各位知道現在是美國要打伊朗，所以這又是主場跟客場的問題了。就美國現在是客場，他要千里迢迢的把他的部隊投射到這個戰場來。過去美軍是靠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基地來做兵力投射，但是大家看一下這個美軍在波斯灣的主要的幾個基地巴林它有第5艦隊的總部，它有一個空軍基地；科威特它有陸軍最大的這個後勤補給的中心叫多哈營地，它也有一個美軍的空軍基地；卡達它有烏代德空軍基地。這個阿聯酋它也有一個空軍基地，沙特它有2個空軍基地，但是各位看一下，在過去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這些的空軍基地無差別的都被這個伊朗清洗了好幾遍了，包含像沙特，它已經直接宣布禁止美軍用它的空軍基地對這個伊朗發動攻擊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基地，不管是海軍的、陸軍的、空軍的，都已經被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那大家就退回來想說，那美軍的兵力投射該怎麼辦呢？如果你第5艦隊的這個總部已經被摧毀掉了，第5艦隊根本沒有辦法運補，那你第5艦隊的補給該怎麼辦？現在只有2個選擇一個就是到阿曼的杜庫姆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到阿曼的杜庫姆港，阿曼自己也要掂量就是說他會不會因此而招致來自於伊朗的攻擊呢？所以我並不認為阿曼的杜庫姆港是美軍或者是阿曼最好的選擇。那最後他只能拉到哪裡？他只能拉到印度洋中部的這個迪亞哥加西亞島去了，那是一個非常遠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他可能不至於被伊朗的這個導彈或無人機攻擊。所以大家看到了嗎？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它兵力投射的困難它現在的這個原本的這個 F-35是在用約旦的空軍基地現在約旦的空軍基地也被摧毀殆盡了最近看到它乾脆只好用以色列的空軍基地來做它這個 F-35的投射這個起飛了。所以當美軍現在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兵力投射已經捉襟見肘的時候，坦白講，你說在這個時間點它要怎麼樣才能夠繼續打下去？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那你說對中東的國家來講，他們當然不希望打下去伊朗現在還沒有打的是什麼？伊朗現在只是小試身手，打了一下這個 AI 的幾大巨頭在中東的運算中心可是各位知道 AWS、Amazon 在沙特、在阿聯酋、在巴林都有 ，Microsoft 在阿聯酋、卡達、沙特跟以色列都有 ，Google 在沙特、卡達、以色列，這個甲骨文在沙特跟阿聯酋，這些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各位知道一個運算中心的成本超過50億美金，
這個運算中心一旦被打擊下去的話，這對整個美國的 AI 產業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更不要講說波灣的國家正準備要靠這個 AI 來創造另外一波的經濟榮景。所以對這些波灣的國家來講，在此時此刻實在沒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美國混下去啊。對，所以我們看到伊朗最近的攻擊，它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晰的，鎖定大部分都是美軍的重要的基地，也就是會直接衝擊到美軍它的重要的補給、兵力的補給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也同樣這場戰爭已經延燒到了許多的波灣國家，都因此受到影響。那現在最新呢，還有來自於《紐約時報》最新報道說，其實伊朗現在正在秘密的布局下一盤的大棋，而且接下來會從4路來做進攻，採的就是多線計劃。這4路包括會有了他的代理人戰爭，像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青年運動跟伊拉克親伊朗的民兵，只要美軍擴大攻擊，這4路就會一起啟發。那伊朗的分析人士指出呢，他們正在下一盤宏大的西洋棋，等到對的時間點跟地點的時候，就會發揮最大的效益。另外，我們也來關心美軍的死傷人數，現在達到了五角大廈說的18死跟624人受傷，但是他們也說了，最新的這些傷亡會列入海外行動當中，被批是不是要淡化死傷人數？就這個問題，楊老師怎麼看？另外，是不是美軍輕忽了有關於他們的防空系統的能力？楊老師怎麼看？美國現在18個人死亡，620到640人受傷。不過這個裡面呢，軍官比例偏高。大概這裡面有400多位是陸軍，為什麼？因為在科威特，它是陸軍為主的就是基地，那而且剛才談到，它是指揮所，它是後勤，它甚至是一些防禦的中心啊，受到重創。而在這些地方，其實軍官的比例就比較高。陸軍大概在受傷的620位裡面有400名是陸軍，而這裡面呢有64位是軍官。所以這個比例就蠻高的。那這只是顯示說，他被攻打的這個基地事實上是以就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項目為主。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就是說，幾十年下來，美國跟伊朗的這個競爭對抗、打壓，然後呢，這過程當中，美國還陸續的攻占了阿富汗、伊拉克，然後呢，敘利亞，對這些地方用兵。那可是呢，他們沒有想到有一天真的會對伊朗用兵，而相關的準備幾乎是一夕之間就被翻盤。那我的感覺，他們還是比照像以前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一樣去打伊朗，也就是說，除了斬首之後，就全部的各式各樣的飛彈，然後呢，在海上發射，在飛機上發射，然後去轟炸，那把所有的這些指揮據點或者是橋樑或者是軍事據點給炸掉。伊朗應該軍事就會癱瘓，革命政權就會瓦解，結果剛好相反。為什麼？他們忽略了幾個這種不對稱作戰最重要的關鍵。其實連俄烏戰爭也是一樣。地理因素其實先決定了一切，因為伊朗是一個高原堡壘，而烏克蘭是連接各國，所以它的後勤不斷。而伊朗呢，它的高原堡壘把它的發展出來的飛彈跟無人機給提升了兩成3成以上的這種攻擊的效力，然後呢，相對的呢，它沒有任何有效的就是防禦，他以為愛國者加薩德，那你是在跟誰作戰？你跟俄羅斯嗎？事實上，這種低速的無人機造成整個剛才我們談到大多數的傷亡都在這邊。不過這邊補充一點。伊朗也死了大概3500人，美軍的估計，伊朗死亡來到6000人，伊朗受傷是來到大概35000到4萬人哈，所以這個說美軍這邊傷亡慘重，其實是美國自己本身的一個新聞的報道。是，因此我覺得其實美國現在這一場這個對伊朗的戰爭呢，就告訴我們一個現在新型的戰爭呢，這種不對稱的優勢其實是這一個很大的關鍵。那剛才提到。那伊朗的反擊當中，對於軍事基地，那接下來呢，對於能源設施，然後剛才委員所提到的，對於 AI 的這些資料中心，還有第4個，這個第4個是讓川普真的不敢打下去了。他列了一個名單，所有川普家族在這個區域的投資的財產，包含川普大樓，因為有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借來這個掛名的，但是呢，這當然會跟他有關係，總共加起來170億美元，
所以然後他的家族又投資了很多，他的這個女婿的基金也投資了很多，都在這個區域。伊朗把他名單列出來，你再打我就打這些設施。川普馬上說我們不打了，我們8月3號要談判。好，這個是有關於美軍目前的最新狀況，並且還有看到他的死傷人數等等。那其實呢，美軍它另外一個狀況，現在還有包括它的這個武器庫存，現在已經越來越不足了，尤其是在防空武器，它的彈藥正在快速的消耗當中。剛剛看到的是五角大廈公布的死傷人數，那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他們的飛彈，還有的攔截飛彈的數量了。先來看愛國者，先前是2300多枚，那一度是下降到1000枚，這是在4月份的時候。那現在最新數據預估可能只剩下759枚，最低啦，最低點的話，這樣的數字代表是這個一減少了大概60%左右。愛國者防空飛彈同樣現在只剩下250枚左右。那大家就說了，那趕快速的生產吧，然後下單吧。但是這個時間真的出來大概要2到4年的時間，接下來怎麼辦？如果真的開戰，傷亡還會再持續的增加嗎？呂艦長怎麼看？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啊，就是現在伊朗所採取的措施就是打你川普的資產，這個就印證了聖經裡面講的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所以他現在就不太敢對伊朗動手了。那這個就是他資產的部分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無論是阿聯酋，那他有這個大樓以及高爾夫球場，在阿曼，那他也有這個相關的度假村，那在沙烏地也有，那在這個我們講到說卡達的部分，通通不一而足啊。那對不起，那個川普真的是怕自己借來的錢那出了問題啊。那我們以前聽到伊朗的飛彈都長成什麼樣子，聽到的都是泥石啊，聽到的都蓋德爾、伊馬德的這些，可是我們現在聽到的完全不是啊。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是舊的飛彈，新的飛彈是長成什麼樣的？新的飛彈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海巴爾謝坎，也有一種翻譯叫做破城者啊。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標準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進入到大氣层之後，它可以改变它的一個那個航向，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是一個很單純的這一個拋物線的一個行進。那另外呢，有關於迪亞哥加西亞島的部分，之前也實際上被這攻擊過。那這一個呢，當初當然是沒有攻擊到了，攻擊到美國一定下得更遠。那這一枚飛彈叫做什麼？這一枚飛彈，其實呢，它叫做這一個霍拉姆沙赫爾4型，都是我們以前很少聽到。他以前告訴我們只飛2000公里啊，可是從伊朗最南端飛到迪亞哥加西亞島就是3862公里，可見它隱匿了一半射程。那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射程表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呢，它原來讓我們知道的都是這個比較短程的，例如說黃色的、橘色的。那但是呢，實際上來講，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它的實際射程可能都是紅色的，甚至紫色的。那這也就是他之前提醒啊，保加利亞，就是你再讓那個飛機從你這個國土起飛來打我伊朗的話，你要想一想啊。那也就是說呢，它直接的威懾我們講到的這一些歐洲國家。那另外，飛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美國當初引以為傲的那個 PAC-3 MS-1的部分，它其實就像一個小型的薩德飛彈一樣。我們大家看它起飛那個發射的時候，它的側推它有系統的，那也就是我這裡畫紅線的地方。這個紅線我們看到它有非常多側推的部分，它側推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改變它的一個攻擊的一個位置。那這個原來都是要應對彈道飛彈的那個攔截的，但是這張圖我是引用標準3型啊，讓大家參考。那但是呢，現在他為什麼跑回去買標準2型？因為他發現他攻擊的都是見證者136這種無人機，根本不需要這麼好的啊，然後所以他回頭去買標準愛國者2型的防空飛彈。那它其實是這樣一個破片殺傷的一個過程啊。那剛剛其實主持人跟我們講了有關於數量的部分啊，這個數量的部分其實是真正最嚴重的部分，也就是我們之前看到的，在4月那個時候準備要進行和談的時候，其實對於愛國者來講，他從原來的2300枚
然後已經降低到1430枚左右，但是現在的數量更低啊。那這一個部分它還是從全世界通通徵調來，這個也就是海灣國家最怨懟的部分。為什麼？因為你們通通都去防約旦、防以色列，可是呢，海灣國家一顆飛彈都拿不回來。那這個部分呢，也就是影響了未來的地緣政治，也就是大家還會跟你美國站在一起嗎？对，好，謝謝呂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巴拿馬聽川普的下場，現在被中國給打痛了。包括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看到的傳奇問題、港口問題跟航線全面圍剿。長江合記的港口現在有2個港口說沒有人敢接手，接下來巴拿馬可以說是被中國打痛了嗎？歡迎觀眾朋友一起跟我們留言做互動。如果您認為巴拿馬被中國打痛，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現在看起來還要再觀察，留言寫2。好，來跟我們互動。巴拿馬捲入了中美的這一場大國競爭之後，我們先看到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報道說，光是今年以來掛着巴拿馬傳奇的這一些商船，今年在中國港口遭到檢查跟滯留的數量已經超過了500艘。好，我們先來看到，如果說是看到是今年的前6個月的話，攔查的數量高達佔比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倍，如果是講扣留的數量，更是較去年同期增加了大概達到70%。那現在呢，其實他們最擔心的事情，對於船東而言，就是說，如果你的商船被扣留在港內，只要是短短1天好了，這個損失的金額甚至上看了上萬美元。所以最直接的選擇，他們可以做什麼呢？他們乾脆就是退出巴拿馬的船籍，這是一個方法，或者是他們就乾脆來換個船籍好了。那我們先來看退出的部分，上半年就有642艘的船舶退出了巴拿馬的船籍。要知道這個數字是2006年這20年來最長的一個記錄哦，最大的一個跌幅。那麼來看到的是，完全是轉換船籍的數量也是非常的高，比5月份再增加了大約47%。目前有200多艘的船籍，甚至是10000噸以上的這些大船呢，他們就直接轉換了他們的船旗。這樣子的結果是造成什麼呢？巴拿馬它所謂的船籍王國的帝國的崩塌。我們先來看到巴拿馬的船籍對他們來說為什麼很重要？因為在他们的國庫收入大約達到6.8億美元，佔財政收入大約有7%左右。而目前其實呢，全球還有8000多艘、8500艘的船舶都還是掛巴拿馬的國旗，會不會這8000多艘接下來就全部轉換他們的船旗了呢？好，另外現在巴拿馬手上還碰到一個非常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說目前巴拿馬他們有4座的這個港口正要招標。當中有2座的這個港口是由中國的長江合記所掌握的這個港口，那這當中包括了這個巴爾博亞港跟克里斯托巴港這2個呢，沒有人敢接手，因為這爭議太大啦。本來是長江合記的，大家真的敢拿嗎？如果說接下來巴拿馬他要讓中國企業回來的話，川普可能就會翻臉，他現在卡在美中之間很尷尬。但是如果呢，把這個港口又交給歐美的企業，對方可能又要評估說，中國在這邊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之後他們會不會承擔法律的責任啊？那如果說巴拿馬自己營運的話，巴拿馬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嗎？有這樣的一個管理能力嗎？所以呢，巴拿馬現在怎麼辦呢？那港口就放在那邊，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了2座長河本來要經營的港口，現在沒有人敢接手，變成巴拿馬自己的燙手山芋嗎？那川普要求巴拿馬選邊之後，所有的經濟代價，也沒有再管巴拿馬了，留給巴拿馬自己去想辦法嗎？委員怎麼看？對啊，長江合記在巴拿馬運河的2個港口哦，現在當然這個長江合記採取用國際的法律訴訟來進行仲裁的方式哦，希望能夠把公道討回來。那麼當然，長江合記這樣的操作是很聰明的，因為在他採取這個
國際的相關的這個法律仲裁的過程當中，其實其他的企業大概沒有人願意去接手這2個港口哦，因為先不要說你會不會要被追訴其他的賠償，是你接手了之後會不會立刻又要再吐回來哦，沒有人確定。雖然巴拿馬這一次是引用憲法等級啊來進行處理，但是誰知道巴拿馬可以用憲法這個把長江合記的港口拿回來，那也有可能因為國際訴訟的敗訴或者是其他的壓力，把這個港口再吐回去給長江合記啊。所以憲法現在顯然看起來在巴拿馬也不是這麼崇高的哦。那麼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你說其他的企業要接手，它當然就會有再三這個考量哦。那你更不要講說除了這2個港口以外的其他現在要這個委外的港口，那國際的企業大概都不敢接了。為什麼不敢接呢？因為我現在接了，當年的長江合記不是也是依照你巴拿馬相關的法規接下来了嗎？結果你說叫他吐出來，他就要吐出來。那我現在接了之後，会不會哪一次你看我不爽的時候，又要叫我吐出來呢？所以其實當然，你說現在巴拿馬運河的其他的港口哦，要對外做招標、做委託、這個運營哦，那麼任何一家企業恐怕都要去考慮巴拿馬的這個誠信度哦，到底有多可靠。那麼現在對巴拿馬來說，它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巴拿馬就是掛方便旗，掛了它的旗叫做這個權宜輪。那為什麼叫方便旗呢？因為掛了它其實就很方便哦。那麼在國際之間的這個各個港口之間哦，這個往來，那麼都可以得到快速便捷的服務，這叫做方便旗。可是如果有一天方便旗不方便的時候怎麼辦呢？所以現在的問題就來了，所有的方便旗到了中國大陸港口，它就不方便了。就中國大陸很巧妙的用了港口安全檢查這樣的一個措施哦，既不違反任何的這個國際法相關的規定，也不違反任何的這個貿易準則，它就是以這個港口所有國哦，然後針對船只進行港口安全檢查，而且它檢查的理由是什麼？他說巴拿馬方便旗的權宜輪哦，在過去這段時間的意外事故比重太高了，所以他就開始強力進行檢查。光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3月到5月哦，就是光是這個不到2個月的時間，巴拿馬權宜輪掛它方便旗的這個船只就有90艘到130艘被扣押了，是，所以才會導致到剛才思敏告訴大家的，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642艘決定不要再掛它的方便旗了，因為掛了不方便哦，那就改掛別的旗。那對巴拿馬來說的衝擊是什麼呢？很多人說，哎呦，這個方便旗的註冊費很便宜啊，幾乎佔不了巴拿馬 GDP 的1%。沒錯，巴拿馬玩的把戲是什麼呢？你註冊我的方便旗哦，這個註冊費不高，很便宜啊。但是呢，當你註冊完之後呢，我給你收的海事服務費可是包羅萬象的哦，因為你的旗子是掛巴拿馬的旗，所以你接下來的法律訴訟，在巴拿馬要打。因為你是巴拿馬的船只啊，所以巴拿馬的律師事務所光去吃這一塊就吃到飽了。然後呢，相關的代理的業務、補給、加油，巴拿馬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加油站哦，就海上加油中心。光是這些海事服務，總共加起來佔了它每年 GDP 的1/4哦。所以海事服務這個在這些權宜輪的海事服務裡頭，其實是巴拿馬很重要的一塊啊。那麼當然，另外一塊就是巴拿馬運河的費用了哦。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回來了。現在誰在跟巴拿馬爭呢？賴比瑞亞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這個權宜輪的國家了。它現在有多少哦？如果你以全世界的這個貨輪的總噸數來算的話，它大概是有3億噸，總噸數有3億噸。可是船只的數目沒有巴拿馬多，它才有6100艘。可是如果你以噸數來看，它佔了全世界的17.4%，它是全世界現在最大的權宜輪的這個國家。巴拿馬是第2，它大概是輸了這個賴比瑞亞一點，它只有2.6億噸。然後呢，它有多少艘？有8500艘。它現在的比重是全球的15.2%。所以大家看到咯，就現在已經是在進行消長了。那你接下來呢？不要講別的，你光講這642艘，它去掛誰的呢？它當然去掛一個賴比瑞亞，不是更方便嗎？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狀況，如果不解除哦，中國大陸又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個是全產業鏈的出口國，那麼所以你說這些貨輪要不到中國大陸去，不進入中國大陸的港口，恐怕都很困難了。所以如果今天掛了巴拿馬的方便旗，到了中國大陸的港口都不方便了，不但不方便，還有可能被扣押，一扣下來的時間，它不是1天2天的，它可能是1個月2個月。那麼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船東，你是這個船運公司，你會做什麼考量？當然不囉嗦啊，我先把這個不方便的方便旗換掉了，我改換賴比瑞亞的方便旗，也許會比較方便一點的。
好，因為現在船東的選項就變多了，他們乾脆就是直接轉換船級。所以再次講一下，這個光是上半年退出巴拿馬船級，現在是642艘。那現在其實還使用的巴拿馬船級的還有8000多艘。現在是擔心會不會這一些8000多艘的船東，他們也決定說，乾脆來換個船級好了。可以說巴拿馬的船級王國已經完全鬆動了。楊老師怎麼看？我們如果用每個月大概200艘到300艘退出巴拿馬船級的話，你到年底大概就將近2500艘啊，你現在已經600多艘了嘛，你將近有2500艘的時候，那你佔這整個巴拿馬船級的比例就非常高了，那就會產生全面性的衝擊跟影響。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中國大陸本身它的進出口佔全世界14.4%，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美國8.3%。排名第3的呢是德國6.7%，所以美國加德國差不多等于一個中國這個量，那當然你就要進出所有的這些港口，然後承接這些貨物，那中間會前往美國、前往中南美，然後經過巴拿馬海峽的其實都很多，那這裡面掛巴拿馬旗的當然是主要，因為它到現在為止是 No.1， 所以呢，你覺得用巴拿馬的旗幟很方便？那中國大陸也很方便的去這個檢查你，那因為你事實上在違約在先，而且大家都知道，你用一個所謂的憲法法庭通過一個這種把幾十年來的契約說啊不合法，那這個沒有人會接受這個說法。那現在這個仲裁，我覺得也很難講，因為美國一定會保護它，偏袒它，那中國只有用這種方式來去反制。但中國真的希望就是巴拿馬的旗幟完全都就是說減少歸零嗎？也大概不希望如此。可是呢，它會有這個壓力，這個壓力倒不絕對是在說，接下來是每個月還是200到300艘退出巴拿馬的這個船級國。我覺得接下來要觀察幾個東西，就是國際銀行是不是看你會拒絕接受巴拿馬船級國的船級船隻的這些抵押，還有呢，是不是保險公司會開始提高巴拿馬船這個有巴拿馬旗船的這一些的保險費用，因為你有一個可能，你前往中國大陸你就被扣押了嘛，然後你就開始增加你這個成本。那同時，大型的租船是不是公司呢？會不會要求這些船隻要集體的改變？那這個就會對巴拿馬造成影響。巴拿馬想要用政治的方式去解決，我覺得這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你先要來面對你自己政治方式處理在巴拿馬運河，特別是相關的這些港口的問題。那我覺得一個平衡的做法就是，你要還是回到法律，讓它恢復應該有的這個港口的權利。是，我覺得才能夠保障你自己比較穩當的權益。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3招，第一招是先這個掐住巴拿馬船級的問題，第二招就是法律戰。我們特別看到的是這個港口的費用哦，包括了長江和記啟動的國際仲裁，可能面臨法律行動會索賠的金額高達了20億美元，這是它的第2戰的法律戰。第三刀的這個它的方法是來掐住巴拿馬的經濟咽喉，那鎖定的就是中原海運集團全面暫停巴爾博雅港的全部業務，那轉到呢秘魯的前凱港，導致巴拿馬每月損失2400萬美元的港口加運河收入。當然了，它也不進口巴拿馬的香蕉等等，這個農產業對於巴拿馬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艦長怎麼看？我相信啊，我們有很多的觀眾很喜歡到這個港口去看一看船啊，那我們就會常常看到船後面有這個旗子，這個就是巴拿馬的國旗。那為什麼這麼多船掛？那就是剛剛孫大千委員所特別提到的，也就是船移輪的部分了，全移輪的部分了。那其實中國大陸既然之前是世界的工廠，現在是世界的市場，那也就是來往的商船非常的多。那来往商船非常多的話，那實際上來講，那這一個巴拿馬原來是船旗國第1名啊，那當然這個船也會非常的多。那大家很難想象啊，說這一個中國大陸這個工具箱裡面到底有多少工具啊？那其實我們這樣講，不要講別的，就根據國際海事組織，也就是 IMO 的一個相關的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SOLAS 的部分，它規定的可是很多啊。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到救生艇，救生艇裡面有沒有水？
那個水有沒有過期？那個水通常都可以放3年以上的。那另外呢，還有你的那個發報機，那可不可以使用？這一些，它只要一項一項的檢查，其實沒有不被檢查出問題來的。因為商船究竟不比軍艦啊，因為軍艦基本上來講，我們是用那個計劃保養制度，時間到了就要換。那但是呢，商船當然他們也會有制度的商船，他也會這樣做。可是有制度的商船不會成為權益輪，那因為不會去省那幾毛錢嘛。那像我們看到長榮海運，它大部分它的權益輪掛的是英國的國旗，所以我們這樣子講到說啊，現在變成這種情形的時候，它只要被扣在那港口裡面等等，那碼頭就是問題了。為什麼？因為碼頭你要付錢，而且呢，你停在那裡面，你一天沒辦法解決，而且它一定不是只像你只抽你一個救生艇的問題，它可能還檢查你的什麼彈庫、冰庫、那個菜庫啊，裡面你有沒有符合衛生啊，什麼通通都可以查。這個一查起來，你停的可久了，那你的碼頭費那個就很貴了。而且你碼頭費除了本來就貴之外，另外你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後面的船進不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非常多的碼頭，其實它的這一個通通都是由大航商整個租下來，因為都是定期貨輪。那如果定期貨輪的話，它都是排好，今天張三進來，明天李四進來，然後現在的一般的貨櫃輪停不到24小時就出港了。可是你如果被扣的話，後面的船進不來，那你原來定期貨輪你要打交的這一個下一個港的貨櫃你也交不出來，那這個就會變成說你的航商要負責賠這些錢。那這一個也就是大家未來不願意掛這一個巴拿馬國旗，成為巴拿馬的這一個權益輪的最重要的推力。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最新消息，日元崩盤哦。日本現在呢是向美國求救，還是美國要收割呢？因為川普最新也講說哦，這個日本有向美國來求援哦，是不是也暴露了有關於東京現在面臨的經濟危機呢？另外，我們看到的是包括它的匯率創下40年的新低，還有上萬家的企業倒閉，跟它超過了 GDP 260%的債務哦。日本經濟防線告急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你認為日本的經濟陷入慘況危機，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沒有，還有待觀察，留言寫2。我們一起做互動。日本的經濟是不是面臨數十年來最大的一場壓力測試呢？我們知道，過去日本的經濟可以靠着出口，靠着低利率，還有海外的資產，撐起了第3大經濟體。但是現在這個神話是不是因為面臨了4大危機，所以不在了呢？好，這4大危機包括了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聊的日元暴跌，還有內部通膨升溫、企業倒閉跟債務失控的4大日本現在面臨的危機。先來看日元的部分，現在跌到了新低點，40年新低，迫使美日睽違多年，這一次決定要再次的聯手來干預匯市，就是認為說，日幣啊真的不能再跌了。好，我們先看到日本做了什麼事情，再來看美國做了什麼事情。日本為了要救日元，其實呢，今年4、5月就已經開始救了，不是現在才救。當時政府出動的是11兆的日元來護盤，結果有沒有用？幾乎是完全沒有用的。所以日本這一次可能再投入530億美元護盤，到底有沒有用呢？其實很多專家也不看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美國又做了什麼樣的動作來保護日元呢？美國方面，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啊，希望我們幫助日元趕快的穩定。
那川普也說，其實呢，我們幫日本對我們也有好處，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句話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來特別解讀。再來，財政部呢也在7月31號傳出他們會接下來怎麼做呢？把歐元給賣了，乾脆買日元吧，來幫助日幣的這個支撐。那有媒體就拍到說，當時啊，貝森特其實呢，他就在寫一個有關於代辦的清單當中呢，寫到被媒體拍下來說，貝森特寫要接下來買進50到100億美元等值的日元，要來護盤日元。大家也在看說，你美國要介入去護盤日元，是不是不懷好意，而不是真的要幫助你的盟友？現在呢，專家也列出了3個原因，為什麼美國要去護盤日元。第一個是避免日元過度的貶值，弱勢的日元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的，這樣會衝擊美國的製造業，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要防止日本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而日本長期持有美債是主要的持有國，如果日本的金融市场表現不好，恐怕也會重擊美國。第三個是它要維持全球的金融的穩定。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元40年新低？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難道是揭開日本的經濟危機嗎？再來，為什麼他要救日元呢？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回頭看，1985年曾經有這一場廣場協議，美國曾經透過這個救日本的匯率干預匯市，讓日元升值。結果後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日本它的這個泡沫的危機。那這一次他伸手救日元，真的是救盟友嗎？還是變成美元霸權下的金融收割？兩個問題，委員怎麼看？對，剛才思敏告訴大家，專家所分析的這個3個原因都是存在的哦。那麼現在對川普來講，他正在下的是全球的這個一盤大棋哦，所以大家仔細要看的是說，現在的能源問題沒有解決哦，所以原油價格持續的在飛漲。未來的這個情況戰況如果再變得激烈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更難解哦。然後呢，美國的國內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哦。那麼現階段他也不敢這個用升息的方式，因為現在美國所面臨到的不是升息可以解決的哦，就是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是來自於外部啊，是來自於這個全球的能源價格跟糧食價格這個全面的漲價哦。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你升息就可以把這個通膨壓下來的。那當然，在包含現在 AI 的這個何去何從，很多的 AI 產業現在面臨了一個盤整期哦。大家對於很多 AI 巨頭不斷的在市場上吸錢，可是卻始終無法獲利，大家開始產生了高度的憂慮哦。然後再加上 AI 產業又面臨到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這個 AI 的這些模型的這些威脅哦。所以其實美國的股市算是搖搖欲墜的，這就是大家為什麼最近看到這個股市漲漲跌跌，而且幅度都很大，一點風吹草動，這股市就大跌了哦。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日本的日元仍然無量下跌，那麼這對全球的金融局面來說是造成一個非常大的變數的。那麼一旦這個全球的金融的是緊密互相連結的狀態，就有點像什麼？大家知道，就有點像一群登山客，大家都綁在一起，每一個人都用繩索綁在一起。日本也是國際金融體系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當其中一個登山客掉到山崖的時候，他就有可能把大家一起拖下去了。所以你說對美國來講，他當然啦，你說收割有其可能，但是最主要的，他要自保啊，他就是不希望被日本拖累。不過現在的問題來了，在今年的就是前幾天7月31號啊，美國跟日本在睽違了15年之後，再一次的聯合開始進行買進日元的動作。那你說美國跟日本聯手買進日元，當然你在短期之內它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果，所以你看到日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164反彈回到了155了。那可是關鍵問題來了，這要有2個因素大家要考量的。第一個因素是美國跟日本聯手，你們投下來的子彈能不能夠跟市場的空頭力量來做比拼啊？市場的空頭力量可能有2種啊，一種就是所謂的这個對沖基金哦，那麼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一般市場上的散戶哦。那麼現在變成說這2股力量開始對沖，所以我很關切的是，你日銀究竟要投多少美元啊？你投530億，再加上這個美國財政部的100億，不過就630億哦。630億，短時間內守得住，長此以往呢，你每天都要不斷的在買嗎？去守住你現在的這個日元的狀況嗎？而且各位知道，通常國際這些空頭力量哦，就當然這一次我們不曉得是不是有計劃的在空日元哦。那麼如果是有計劃的，各位就可以看一看當年1992年 Soros 去空英鎊，他是怎麼做的？他是用了外匯的遠期合約再去綁銀行的信用額度啊，這2個綁在一起，讓它的槓桿擴大10倍。
他投了10億美金下去，可是他用100億的美金去空英鎊，最後把英鎊打垮了。所以到底市场的空头力量有多大？630億或者700億甚至1000億，能不能夠敲动，讓市场的空头力量要立刻来進行回補？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做後續的觀察。是。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他現在打算怎麼做呢？他短期之內把它拉升，然後他希望讓這些過去我們講到的借日元去買美元賺這個套利、這個價差的人。因為會面臨到了匯損的問題啊，就是你當時借的日元的這個額度是很低的，可是因為你的日元現在在漲啊，所以你在這個你借了日元去買了美元，你所得到的收益，在面對到你的匯損的時候，究竟划不划算？他現在在做的是這個盤算。可是關鍵問題來了，因為他們之間的匯率差距太大了，一個是1%，一個是3.5到3.75，中間差了2.5到2.75的利率哦，所以除非今天匯損很大，大到這些。借日元去買美元的人不得不回補，是。那在這個情況之下，這樣的一個趨勢才能夠擋得住。所以其實長遠來講，他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匯率的這個差距過大。這個問題不解決，你現在所投下來的錢就是肉包子打狗了。你就是不斷的在投下去，那就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子彈能夠把這個洞填平了。好，這個是有關於目前日本金融市場所面臨到的困境哦。那其實我們看到整體的金融市場也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表現，甚至已經衝擊到日本實業，然後呢，引爆了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日本的企業倒閉潮。我們來看到最新的一個真實數據，日本企業去年破產10505家，創下10年新高。今年上半年破產家數也有達到了5000家，特別是我們看到這個負債額達到1000日元以上的日本企業破產數，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左右。背後的原因，現在說除了這個物價飆升之外，還有日本的缺工問題、能源成本增加，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日幣貶值，造成進口的成本暴增，而受到影響衝擊最大的就是這些中小企業了。當中我們要來看到一間是成立超過70年的日本老牌支付企業，叫做全東信，最新它宣布破產了。要知道它的衝擊是因為它下面它的客戶合作的商家大約是20萬戶，如果它破產，預估會影響到2萬家的店家，涉及53億的日元貸款。這個是單一危機嗎？還是只是日本的一個還是它是一個日本的內需跟金融體系整體的一個問題？楊老師又怎麼解讀？它根本就像是堺雅人演的那個半澤直樹這部片的重演，也就是說加倍奉還，在關西的銀行整個介入到的整體幾十年來的就是隱藏一些資產的問題，然後不斷的擴大它裡面內部的這些財報的造假，然後最後呢一爆而發，變成就是一個非常嚴重到影響到整個日本經濟以及相關的這些支付系統的問題。全東信其實它是來自於大阪，很早期的時候，應該是在疫情前，它就開始就發得很大。疫情前的時候，它曾一度1個月的收入可以來到財報上看到是80億日幣啊。那但是疫情的影響，第一個就造成整個這些小商家的這個就是收入減少，所以它的收入一下減少到50億日幣以下。它的主要的模式就是說，它跟那些大型的这些第三方支付，它就叫第三方支付，是，也就是消費者跟小商家買的東西之後呢，我用刷卡、信用卡的話，你通常等個幾天，甚至要等幾個禮拜哦。信用卡公司在處理過相關的過程了之後呢，才會把錢給這個商家。大型企業不擔心，但小商家如果說今天100萬日元的這個消費，我隔一天就能拿到，那當然就會影響到我後續的整個物流以及這個相關的這些賬務。那因此呢，他就用這個方式，我先墊給你，我扣掉了你加入的相關的手續費的這個，我先墊給你，然後之後呢，全東信再去跟信用卡公司去取款，是這樣子的方式，然後他就中間賺跟廠商家的這個就是手續費，那如果多的時候呢，當然他就賺多了，但是這裡面就問題重重。怎麼問題重重？第一個，當然疫情是個影響；第二個，後來像是 PayPay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類似這樣用刷 QR code 的方式，大陸叫做微信跟這個支付寶。那這些方式呢，就越來越方便的時候呢，用信用卡的這個比例就降低。但是有一些小商家，他可能還是接受以信用卡為主，不接受這個 PayPay
不過現在我看到日本大概已經很少不接受PayPay這樣一個做法的了哈。因此，第一個這個量就減少，然後第二個，當它爆發之後，他發現到他過去不斷的造假，他的財報造假，他的整個負債造假，20年的造假，那這個就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現在到底這個過程當中，銀行怎麼會不知道？信用卡公司怎麼會不知道？還是說大家共同的來去做了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一種欺騙的行為？那這就是直指問題的核心。那日本很多事實上，這種中下游公司或者是相關的這種企業公司相互的持股投資的情況之下，它就造成相互的造假掩護。那這個就我們看到類似像半澤直樹這部片子裡面一模一樣的情景，就出現到今天全東信的這個案子當中。好，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債務問題。那我們如果來看，望眼是有關於日本的國債問題，其實呢更嚴重了，因為現在日本的國債已經超過 GDP 的260%了。那日本政府每年支出當中有25%是用來支付這些債務的利息的，等於日本政府每花費4元，有1元都是在還債。那日本現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趕快加強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APEC， 他們希望能讓高市早苗跟習近平見上面，但是中國大陸現在態度也非常的強硬如果說日本不調整对中的政策的話，他們是不會安排2位元首來見面的。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講到這一次的外匯干預的部分外匯干預其實是一場信心的遊戲信心的遊戲會取決於我們剛剛聽到這個大千委員特別講到布空單的部分那其實這一個外匯干預最不希望的，也就是市場產生任何的疑問，但是疑問出來了，也就是你美國去買日元，你為什麼用的不是你美元？你為什麼直接拋售的是歐元？你是因為如果你用的是美元的話，是不是你的債務更加的高漲？然後你美國其實沒辦法，那這個也就變成原來只是日本的問題，現在反映出你美國也有問題。而且呢，如果我們現在看這張圖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剛剛有主持人有特別講到在這一個今年已經2次干預，也就是我們看到1月23號跟4月29號。可是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反彈的速度，第一次它這一個反彈的速度還比較慢，第二次立刻反彈，意思是什麼？因為你越干預呢，越心虛。大家知道，這個就是布空單直接狙擊你日元最好的時機點出來了。那現在美國介入的時候，是不是也就證明了這麼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講到說，現在這個問題其實是日本真正的債務問題，結果把美國一起拖下水。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菲律賓這一回3線挑戰中國了，包括他強化黃岩島的基線，還包括進軍聯合國來爭取資源。另一方面，解放軍的反制，我們來看到出動他的轟6K 掛載的是鷹擊12，亮劍反制。今天做深度剖析，來看到菲律賓不只是闖黃岩島而已，現在同步拉攏了，把美國拉進來，把日本跟澳洲全部拉進來，這一邊在做密集的一個軍演，甚至呢，菲律賓這一次，我們等一下節目也會看到，從法律戰、資源到軍事聯盟3線對中國大陸全面施壓。好，我們先來看到菲律賓在這個法律戰上面最新他的動作呢，是包括了遞交了黃岩島及周邊海域官方的一個海圖，他說呢，這邊是他的，這是他們的一個公告，所謂的領海基線。當然了，中國大陸是立刻有了最新的反制動作，南部戰區是最新直接點名說呢，菲律賓它破壞了區域地區的和平那他也說了，接下來他會做這個檢驗自己的實戰化的能力，所以代表說，他
針對主權問題，已經不是喊喊話了，接下來恐怕會有這種實戰的能力。所以我們就來看到在武器面，中國大陸是秀出了它的肌肉啊。先來看掛載的，包括了轟 6K 它的戰機，它主要是做的就是可以達到遠程的一個打擊，阻止外部的艦隊靠近。第二個武器是071型的登陸艦。可以投送這些陸戰隊，還有這些氣墊船、2棲的裝備跟直升機等等。好，這個是前面2個武器。第3個，中國大陸秀的肌肉還包括056型的飛彈護衛艦，可以做到反潛、警戒等等。最後是它的飛彈驅逐艦的編隊，可以投送包括它的陸戰隊氣墊跟2棲裝備跟直升機而已。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的是另外一款武器，特別的重要是它可以搭載的是鷹擊12，也就是轟 6K 搭載的鷹擊12，外界預估這射程就會最多達到500公里了，而且是末端的部分達到數倍的音速，專門可以來針對大型的水面艦艇來做的設計，也就是代表說，一旦從黃岩島的空域來做發射的話，中國大陸真正進入打擊範圍的不再只是菲律賓的軍艦而已，而是它可以介入在南海這邊整體美軍的驅逐艦、巡洋艦，一直到2棲攻擊艦，甚至航母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呂艦長怎麼看，是不是他已經在黃岩島這邊都部署好相關的作戰的劇本了呢？那黃岩島周圍的包括了這些警巡啊、海空演習，會不會真的未來就走向一個比較常態化的發展？艦長怎麼看？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常態化的過程，幾乎每個禮拜那個都黃岩島附近，也就是中沙群島都在進行這一個聯合戰備警巡，那還不叫做常態化嗎？那但是菲律賓最離譜的，也就是它的一個有關於領海的部分啊，它都在不斷的長大。我們看到，其實最早以前，也就是美西戰爭的時候，結束之後，把這個有關於在這個菲律賓的權益讓渡給美國之後，那黃岩島在哪？黃岩島就在這個圈圈啊，也就是在當初你們簽訂巴黎合約的這一個綠色的這個之外啊。那另外我們看到啊，這是原來最原始的時候，但是我們看到2014年11月30日，我們看到小馬可是興高采烈的抱着他的所謂的海域法的時候，那個時候海域法它所畫出來的領海基線長得怎麼樣？長成這個樣子啊。那也就是說，這一個黃岩島在這個位置有在你的領海基線裡面嗎？也沒有。那但是呢，現在他竟然把黃岩島劃進去了，這個就是不斷長大啊。那你憑什麼不斷長大？也就是你劃了這一個有關於這一個專屬經濟區之後，你就認為專屬經濟區內的這一些島嶼都是你的嗎？那我們來看中國大陸啊，其實中國大陸踩得非常的緊啊，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2張啊，這一張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個直20J，那它這一個飛越的這一個島嶼就是黃岩島，也就是現在是實質控制這個黃岩島的是中國大陸。另外，我們剛剛看到這後面一小點一小點的，也就是071綜合登陸艦。那這一次出現的是985祁連3艦。其實，因為今天這個不是重點，不是在專門講軍武啊。我們如果仔細看的話，祁連3艦前面也裝了這一個燎原1的一個雷射武器了。那我們看到這裡，這前面這個跑得飛快的是什麼？也就是726型的氣墊登陸艇。那這個部分呢，也就是我們講到有關於拳頭的部分是這樣，但是有關於法治的部分呢，法治的部分其實我們在看到2024年11月11月20號的時候，黃岩島就已經公布了相關的這一個領海基線，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一張。但是我們接下來看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國務院把這個黃岩島變成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然後它這一個如果不是你的領土，你會這樣做嗎？你不會這樣做的。所以實際控制黃岩島的是中國大陸。但是我們來看，為什麼菲律賓對於黃岩島這麼重視？那因為我們看到這張圖啊，也就是黃岩島跟這個永興島，以及我們看到主力永署還有美濟圍出來這個三角形，
其實是南海的戰略三角。這個戰略三角，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也就是這3個黃點，這個是運油的重要孔道。所以現在霍姆茲海峽要收錢，未來菲律賓擁有這一塊的時候，是不是他也想收錢？好，這個是艦長幫我們特別提到，菲律賓在爭取這個法律戰要爭取在黃岩島，他認為是他的，這個是一招。那另外2招還包括了除了法律戰之外，還有資源戰。他現在也向聯合國申請說，他要往西巴拉望延伸大陸的礁岩，目的就是要取得這邊大量的這個石油的資源。最後是軍事結盟，聯合是美日澳等等的國家，等於第一島鏈這邊它全部都把它圍起來。那中國大陸的部分呢，則是做反制哦，從南海、東海跟西太平洋3線出拳。南海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解放軍的轟6K，加上各種的艦艇。那西太平洋地區則是中俄有這個繞着日本在航行哦，包括出動了中國大陸的055啊、052D 飛彈驅逐艦等等。那宮古海峽這邊同樣也有所布局。楊老師怎麼看？目前菲律賓它依照所謂的聯合國海洋公約來鞏固自身的所謂的海洋權利，你怎麼看？我覺得站不住腳了。基本上2個層面呢。第一個，這個叫做大陸礁層這個外界界限委員會，我們英文叫做 CLCS。其實那個時候大概在2010年初的時候，我們也在釣魚台附近做了很多調查。因為他開會的時候，其實我們台灣當然不能參加，可是我們要準備所有好的這些資料證據。如果討論到有關於大陸礁層的延伸的問題的時候，侵犯到我們中華民國的權益的時候，我們也透過我們的邦交國在大會當中提出來，然後呢表達不同意見。只要一旦在 CLCS 某一個國家，比如說今天大邱委員提出一個主張，他認為這個自然延伸的部分到哪裡，那可能跟他相像或相連的國家提出一個不同意見的時候，這個就會被擱置，因為它不是一個就是仲裁的機構，這個叫做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啊，它是一個技術性認定是否真的存在，但是當國家之間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它就擱置，它就不討論。留在什麼東西呢？留在你自己本身雙邊或多邊的這個處理，或者是最後在實際上海洋的實力上。那今天在南海的情況有2個特殊的東西。第一個就是整個南海行為準則裡面所發展出來很清楚。簡單的講，基本上因為大家都主張主權交疊了，那因此實際佔領的這個島，另外一個別的國家就不會去挑戰。那才能維持穩定嘛。所以到目前為止，越南佔領了29個，中國大陸佔領9個，菲律賓佔領9個，台灣1個，太平島，那大家不會去挑戰。那現在這2個地方，黃岩島跟仁愛礁是誰有效佔領？是中國。那中國大陸有效佔領從什麼時候？黃岩島是2012年，然後呢，仁愛礁應該是1987年，他就設了這個相關的這個就是坐標，因此在這樣一個認定之下，彼此都不會去挑戰。就比今天如果大陸去把在南海群島裡面菲律賓所掌控的幾個島嶼去挑戰，不斷的再去逼近，那你覺得會是怎麼樣？那菲律賓搞了2016，第2個層面就是2016這個南海仲裁，它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不只是說它把中國大陸主張的9段線，我們主張的11段線給非法化，這是錯誤的，因為那個是1947年就出現的。最大的問題是，他把所有的島礁認為是都是岩礁，不可以擁有專屬經濟區。而同一個時間，日本的那個沖之鳥礁卻主張半徑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水域。是。那如果你都不能主張專屬經濟區，其實別的國家都反對。因此，今天當菲律賓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反對，馬來西亞反對，越南也反對，所以誰理你啊？CLCS 也不會去處理這個問題，所以大家問了說他好厲害啊，他跑到聯合國去掛號，他跑到聯合國去訴求主張，把國際法跟國內法做連結，那是你關起門來自以為是的在玩這個遊戲。但是在實際的層面，而且在法律跟在組織以及在實際的海洋法上面，還有在整個南海的行為準則層面，其實你都走不出你自己菲律賓的大門，那你也沒有任何的實力去處理這個問題，更不要說除了中國以外，所有的國家也都反對你這樣一個做法，會造成整個區域的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他只能跑到華盛頓叫一叫。好，委員又怎麼看呢？對，在最近這段期間，大家應該都會強烈的感受到哦，就是菲律賓這隻蒼蠅這個蹦跳的這個頻率越來越高了哦。那原本呢，偶一為之就趕走就算了哦，可是現在看起來菲律賓似乎這個不斷的在這個南海地區這個製造各式各樣的事端哦，所以顯然這不是菲律賓的問題哦，這是美國的問題。就是光是大家看看仁愛礁當時的那個馬德雷3號的碰瓷事件，你看菲律賓是在這個7月20日早上哦，這個亞洲時間早上9點發生這件事情，然後呢，在當時是美國時間7月19日星期日的晚上9點，國務院就立刻發表聲明。